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时候，一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总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无比感动。可什么才是令我们不可思议却又无比感动的东西呢？首当其冲的就是母爱。母爱所爆发出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们难以用理性的思维去理解这份奇妙的情感。因为我们对母爱的理解，很多时候仅只局限于有血缘关系的维护。然而有时候没有血缘关系也能产生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情感。我们无法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种族的小动物为什么能够产生感情，就如同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一样。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是一只小狐狸和狗狗的亲情的故事。故事的开端是在一个丛林里。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界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就像这只小狐狸的妈妈一样，这天像往常一样，狐狸妈妈出门觅食，将小狐狸独自留在狐狸窝里。可谁知道，狐狸妈妈这一出去就没有再回来过。她最终没能逃脱其他猎手的魔爪，失去了生命。就这样，刚出生不久的狐狸宝宝就失去了妈妈。刚出生的小家伙完全没有任何生存的能力，所以一般失去母亲以后，他们很难在丛林中活下来，要么被饿死，要么被其他天敌发现成为果腹之物。但不管是哪种都是非常残忍的。但这只小狐狸的结局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因为它非常幸运，正在它奄奄一息以为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候，遇见了一支狐狸救援队。这天正好是狐狸救援队上山考察的日子，可能是上天有好生之德，躺在狐狸窝的小狐狸被救援人员发现了。看到这非常小的家伙，救援人员在附近找了很久都不见狐狸妈妈。他们推断狐狸妈妈已经遇险，因为这是他们司空见惯的事情。小狐狸就这样被救援组织的人们带回去了。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好，他们给小狐狸检查身体、喂奶，帮小狐狸疗伤。在救援组织的帮助下，小狐狸渐渐痊愈了。这家救援组织是专门针对狐狸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有许多小狐狸都存活了下来。被救活的小狐狸全部恢复或者是不需要哺育后，他们就会根据小狐狸的性格体征寻找合适的主人，让小狐狸有一个好的归宿。或者是一些完全具备生存能力的小狐狸，他们就会将其放生。但一些年纪尚小还不具备生存能力的就会被人领养，就像这只小狐狸一样。小狐狸痊愈以后，工作人员考虑到它还是幼崽，难以在野外独自生存，所以帮它找了个主人。领养小狐狸的主人非常好，刚看到这只漂亮的小家伙，他就喜欢上了。不光他自己喜欢，连家里的狗狗也非常喜欢这个漂亮的小家伙。小狐狸被救助站的人照顾得非常好，乌黑的毛发，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而且圆滚滚的，非常可爱。而主人家里也有一只相貌可以和它媲美的苏格兰牧羊犬，叫西娃。西娃一看到小狐狸，就母性大发地照顾起它来。西娃虽然没有生过宝宝，但他照顾娃还是一套一套的。他把小狐狸当成自己的孩子，每天在他身边保护他。而刚失去妈妈的小狐狸显然也非常喜欢这个毛茸茸的大家伙。遇到西娃以后，他就紧紧跟着他，寸步不离，还会主动爬到狗狗身上睡觉。而且狗狗毛发非常旺盛，是一个天然的垫子。自从小狐狸来到家里，就没自己睡过觉。他睡觉总是要趴在狗狗身上或者怀里才能睡得安稳。小狐狸也非常喜欢西娃，真的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妈妈。在狗狗的照料下，小狐狸健康的长大了。由于是被狗狗带大的，所以小狐狸身上沾染了狗狗的习性，越来越有狗狗的样子。有时候人们都分不清它到底是狐狸还是狗狗。许多来家里做客的人看到小狐狸都会说好可爱的小狗狗，可了解到这是一只小狐狸以后，人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了方便小狐狸更好的生活，主人还在家里给它挖了个狐狸洞，因为它即使再像狗狗，但终究不是狗狗，而且身上狐狸的习性渐渐显露出来。一天，小狐狸突然不愿意待在家里，想要出门到外面去。主人见状便把它放了出去。从那以后，小狐狸越来越不着家，在家待的日子非常短。主人这时候明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小狐狸终究是属于大自然的，它并不属于自己或是狗狗。即使再不舍得，主人还是决定将小狐狸放生。他带小狐狸到离家不远处的丛林里放生。自从小狐狸走后，家里的狗子非常难过，而且茶饭不思。看得出来，他非常不舍得小狐狸。失去小狐狸就像失去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到狗狗这样，主人非常不忍心，于是他决定带领狗狗去找小狐狸。他将狗狗带到放生的地方，希望小狐狸能闻见自己和狗狗的味道，来见一见它们。好像母子连心，有心灵感应一样。他们来到小狐狸被放生的地方，小狐狸竟然真的出现了。小狐狸长大了不少，但看到主人和狗狗的那一刻，它好像还是当年那个小家伙。它和小时候一样，在狗狗面前撒泼打滚，这一幕都让主人泪目了。果然有句话说得好，不管怎么样，孩子在母亲面前永远长不大。最后希望小狐狸能在丛林里安全地生长下去，永远不要忘记它的狗妈妈。这样的故事真的让人觉得感动。当然，世界上还有许多这样感动的故事，就如这个女人和小狐狸的结下不解的缘分。都说有的人天生就有被小动物喜欢的体质，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她从小就非常遭到小动物的喜欢。她非常善良，也总爱帮助许多困难的小动物们。这天，有2只小可爱又找上了女人。这是2只小狐狸，一看就刚出生不久，才有2周左右大。他们一起来女人家里拜访。2只小可爱第一次到来的时候非常可爱，他们虎头虎脑地趴在窗户上，观察着女人家里的一切。主人见状都被这样的场景逗笑了，急忙用手机记录下来这可爱的一幕，然后拿出食物来招待这2个小家伙。看到食物的小家伙们两眼发光，急忙翻过窗户来享用食物。从这以后，2个小家伙经常来看望女人，与其说是看望，不如说是来找口粮。女人也不生气，每次他们来都会拿出好吃的去招待2个小家伙。因为其中一只小狐狸非常爱笑，所以女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微笑。女人对2只可爱的小家伙爱不释手，每次都非常期待他们的到来。2只小可爱来的频率越来越高，待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甚至将这个地方当成第2个家。女人家里也有只狗狗，面对2只小狐狸，狗狗也并没有领地被侵犯的感觉，而且非常喜欢2只小可爱，和它们打成一片。但不幸的是，微笑的哥哥遭受了车祸，当场死亡。他失去自己的哥哥，当他再次来到女人家里的时候，只有1只小狐狸。女人非常奇怪，但后来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女人觉得非常痛心。她决定留下这个可爱的小家伙，给小狐狸做了一个窝。小狐狸似乎明白了女人的意图，就一直待在女人的家里，没有离开。孤零零的狐狸姑娘在她的收留下，渐渐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变得像以前一样活泼可爱。从此家里就多了一个新成员，微笑还和家里的宠物狗成为了好朋友，一起慢慢长大。有2只小可爱，家里每天都是欢乐不断。每次主人醒来都会发现微笑在他身旁睁着眼睛看着他。这可爱的一幕属实萌化了主人的心。就这样，1人1狗再加1只小狐狸，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起。在土耳其南部海岸的一条宁静海滩上，享受着宁静夜晚漫步的34岁的杰米，注意到远处有一件事，一只狐狸。但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哦不，它正在与一只猫搏斗。狐狸张开嘴巴，似乎准备狠狠地咬一口那只倒霉的猫，但接下来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折将让你震惊。杰米喜欢在土耳其的小镇海滩上散步，享受脚底下沙滩的感觉，凉爽的海浪拍打着他的脚踝。那个时候很少有其他人在附近，所以他经常独自欣赏宁静而美丽的日落。最近，他为了工作而搬到了这个宁静的小地方。他来自英国，习惯了伦敦的喧嚣。他总是喜欢在长时间工作之后来到安静的土耳其海滩，而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杰米经常看到各种各样的鸟类和蜥蜴。作为一个热衷的业余摄影师，他喜欢在行走时拍摄它们，并将它们添加到他日渐壮大的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集中。但在行走时，他注意到海滩稍远的地方有一只动物，
这是他在这个地方从未见过的。它不是鸟，肯定不是蜥蜴，甚至不是他有时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流浪狗之一。它是一只狐狸，没错。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土耳其海滩上，现在杰米已经习惯看到狐狸了。他经常看到它们潜伏在伦敦的小巷和背街中，扒开垃圾箱，在垃圾中搜寻美味的食物。但这只狐狸与他习惯看到的不同，它的皮毛不是他熟悉的红褐色，而是黑色的，看起来蓬乱而不整洁，但依然看起来很健壮和年轻。杰米回忆起在土耳其某个安静的村庄的海滩上看到这只美丽的动物时说道：“我从来没想到过那样的场景，就算是在伦敦等大城市，我也不会期待看到狐狸。”他还记得那只狐狸正在做什么，真让他吃惊。它正在和一个白色的东西玩耍，它用后腿踢着它，用前腿抓住它，在沙子里翻滚、尖叫、玩耍。杰米无法清楚地看到那是什么东西，而且它离得还太远，什么都看不清楚。他慢慢、轻轻地靠近，希望能好好观察这只美丽的狐狸在沙滩上嬉戏玩耍。杰米注意到它玩耍的不是什么物品，也不是一块垃圾或最近捕获的猎物，而是一只他从未想到过的大白猫。这两只动物纠缠在一起，似乎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斗。杰米担心这场争斗会以猫被杀害而结束，他犹豫不决是否应该介入。然而，他悲伤地决定不干涉，因为这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毕竟，狐狸也需要进食，那就是所谓的生命循环。我真以为那只流浪猫完蛋了，杰米说道。他在玩耍的时候，看起来饿得很厉害，所以我准备好了看狐狸把猫咬死，并把它拖走去吃掉。虽然看起来不好，但我猜狐狸们也得吃东西。战斗继续进行，变得非常激烈，爪子和毛发飞扬。两只动物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它们没有叫喊、嘶嘶声或者咆哮声。对于这场生死搏斗，杰米觉得有点奇怪，但他没有多想，担心可怜的猫的安全。他无助地看着狐狸将猫按住，张开大嘴，露出一排又一排锋利的白色流口水的牙齿。猫的头几乎进入了他的嘴里。杰米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因为狐狸的咬合力几乎是猫的2倍。比赛根本没有悬念。当狐狸开始张开嘴巴咬住猫的头时，杰米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且奇怪的事情。事实上，这次邂逅如此荒诞不经，以至于杰米急忙掏出手机开始拍照，以防他告诉别人这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时没有人相信。很快就显而易见，这两只动物只是在玩耍，它们在沙滩上嬉戏，轻轻咬着对方，温柔地拍打，就像是多年的挚友一样。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景象，让杰米产生了很多疑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一起玩耍？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真的是彼此的朋友吗？他没有任何答案，但他肯定在欣赏眼前罕见而不寻常的景象。詹姆回想起自己在海滩上看到狐狸和猫玩得很开心时，实际上不得不忍住笑出声来。这两只你从未见过的动物互相追逐、扭打，实在太滑稽了。可爱、有趣，最重要的是，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然而，他的眼睛并没有欺骗他。这只狐狸和这只猫实际上是在一起玩耍，并且分享了他们共同捕到的鱼。他们合作将一条在海里游动的鱼拖了上来，分享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打闹只是餐后的一种形式，让他们之间更加亲近，就像兄弟姐妹之间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詹姆继续观察他们，甚至在他们对玩都很厌倦后，跟着他们离开了海滩。他们并肩走向自己的小屋。杰米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观察着他们。每天晚上下班后，他观察到，尽管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你通常会期望他们彼此厌恶，但他们却像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一样相处得很好。他们一起度过时间，一起睡觉，一起狩猎，无所不做。
这只狐狸和猫组成的奇妙情侣确实甜蜜，虽然有点奇怪。在那几周的时间里，他把他们的冒险记录下来。通过记录这份友谊，杰米希望能够教育人们，让他们了解狐狸的友善和温柔。在许多社会中，狐狸往往被视为需要被赶走，甚至更糟糕，需要被杀死的麻烦之源。最终，他将拍摄的大量照片上传到互联网上。这对毛茸茸的二人组成为了意想不到的名人。但为什么这对动物会形成如此亲密的友谊呢？实际上，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狐狸和猫很少会经常相遇。当它们确实相遇时，它们要么感到害怕并逃跑，要么被迫进行战斗，而结果并不如你所期望的那样。尽管狐狸的咬合力很强，但往往是猫占上风，让他们的犬类敌人身上抓出伤口和鲜血。然而，在土耳其，狐狸和猫更经常地相互接触。通常，它们只是继续各自的事物，彼此忽略对方。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两只动物形成了一种不同寻常且不太可能的友谊。它们都是流浪动物，开始合作，以确保它们都有最好的生存机会。而在这过程中，它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如果这个故事不能温暖你的心，让你产生内心的温暖感觉，那我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做到了。这只狐狸和猫表面上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动物，但它们却成为了最不可能的朋友，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轮到你了，你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什么看法？你是否听说过其他两只动物像这只狐狸和猫一样，成为了意想不到的朋友？请务必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这只狗和猎豹见面后2年了，它们仍然没有分开过。每隔一段时间，一种非凡的动物友谊就会登上国际头条。这个短语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除非有更好的选择出现。那么好了，玩得开心。但马克·贝克 （Mark Backoff） 的狗却不熟悉这句话，所以当有更好的选择出现时，他最新的消息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 Metro Richmond 动物园。康贝莱是一只在囚禁中出生的猎豹，由于他的母亲哺乳困难，他没有增加体重。动物园饲养员手工抚养它，以确保它的生存。随着康贝莱的成长，它变得更习惯与人类相处，而不是其他猎豹。尽管它现在以主要吃肉的饮食为主，但我们仍无法将它重新引入家庭。动物园在其网站上写道，如果我们将它放回与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一起，母亲很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种威胁。但由于猎豹是社交动物，康贝莱不能被单独留下。尽管它与人类有纽带，但它仍然是一只野生动物。因此，动物园找到了一种方法来陪伴康贝莱。他们救助了一只无人要的狗，名叫 Pigo。表面上，让一只猎豹和一只拉布拉多巡回犬在一起，听起来像是一个儿童卡通片的开头，或者是一个特别详细的国家地理专题片的素材。然而，这却成为了过去1年里 Metro Richmond 动物园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康贝莱是一只猎豹， Pigo 是一只金毛犬混种。在过去的1年里，他们一直共享一个围场，并于5月12日一起庆祝了他们的第1个生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受欢迎的组合。Metro Richmond 动物园的员工 Melissa Anderlin 说道，在过去的1年里，他们一直是我们吸引游客的亮点。只需观察动物园里那些入迷地看着康贝莱和 Pigo 玩耍的学生们，就能明白这一点。这对猎豹和狗之间的不寻常友谊也有一个同样不寻常的开端。起初，康贝莱是一只生病的猎豹幼崽，无法进食。去年5月，动物园里共有3只猎豹幼崽出生，而由于其母亲哺乳问题，康贝莱的体重开始下降。由于情况不容乐观，工作人员接手抚养了它。当猎豹幼崽仍然没有反应时，动物园管理员寻求了一种非传统的解决方案。他们为孔巴利找到了一只小狗。这并不是一个新主意。30年前，圣地亚哥动物园的安德伦就率先使用了狗作为伴侣动物。
这个想法一直在我们脑海中。他们在阿拉巴马州一家高沙律收容所救助了一只当时10周大的小狗，名叫凯哥。像凯哥这样的金毛猎犬，因其性格温和和好玩的天性，而非常适合作为伴侣动物。负责抚养他们的安吉林说，去年7月的第一次见面非常特别。当他们彼此相遇时，他们有点紧张，但大约5到10分钟后，他们就彼此投缘了。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自从对于猎豹最终可能在一群学童面前对狗产生威胁的担忧以来，这纯粹是自然与培育的问题。他们一起长大，像其他幼崽或小狗一样一起玩耍。我们只有在它们进食时才需要将它们分开。凯科会吃掉昆巴里的食物，因此当它们不在一起时，它们会变得紧张，并在围场中踱步等待对方回来。动物园希望人们从昆巴里和凯科这个不太可能的友谊中学到东西。当然，除了来到 Metro Richmond 动物园参观它们之外，还是要支持动物救助和野生动物保护。猎豹在过去100年中在野外的数量急剧减少，而像凯科这样的狗每天都被安乐死在安德兰。如果一只猎豹和一只金毛猎犬可以互相照顾，为什么我们不能为动物而来？但是在旅行到新泽西的乌龟背动物园时，我们留下来建立友谊。幸运的游客将看到各种物种和展览，但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不太可能的搭配，这将真正吸引全国的动物爱好者。CBS 纽约最近关注了一下 Nandy， 它是一只居住在乌龟背动物园的猎豹。1年多以来，这只动物与 Bowie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可能会问 Bowie 是谁？哦，它是一只拉布拉多巡回犬，也是一只治疗犬。在 CBS 纽约的 Meg Baker 的报道中，观众们了解到这对伙伴共享玩具，在雪中玩耍，并相互支持。他们从几周大开始就在一起，经过这么长时间，他们如同形影不离。动物园在 Facebook 上分享到，这是一只猎豹和一只小狗，我们喜欢讨论这种关系。我们的动物大使南迪和鲍伊在过去1年里与记者梅格·贝克一起发展壮大。昨晚他们在 CBS 上出现，这个不太可能的2人组还在 NBC 的今日秀上受到关注。观众们了解到鲍伊如何帮助南迪增强自信。在野外，猎豹实际上是害羞的，这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帮助。他们将成为终身朋友。这个友谊证明了许多动物中存在的爱的能力。不幸的是，随着人类扩展自己的栖息地，像猎豹这样的濒危物种拥有越来越少的独立领地。1900年时，野生猎豹约有10万只，而今天只剩下1万到15000只。这意味着过去1个世纪里，全球猎豹数量减少了90%，其中有10%生活在圈养环境中。保护人士将这些圈养种群视为野生种群完全被灭绝的最后防线。这个工作在30年前首次开创。圣地亚哥动物园的狗和猎豹之间的友谊，对于在圈养中繁殖的猎豹来说具有重要的功能，就像昆巴利这样的例子。这种共生关系在野外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我们相信积极的结果超过了消极的。当他们一起成长时，他们建立了一种几乎无法分离的兄弟般的纽带，他们相互提供陪伴。狗对猎豹具有镇定作用，因为猎豹会从狗身上学习行为提示，学会不畏惧周围的环境，而是自信地拥抱它们。许多动物爱好者希望猎豹能够在野外自由奔跑，但剩余的野外面积正在迅速减少。无论你对动物园和保护的观点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我们看到这对可爱的朋友时，我们应该真正记住最初将他们带到一起的严峻情况。野外仅剩不到7000只猎豹。官员们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提醒动物爱好者们，让他们意识到这些生物有多么特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法停止观看他们友谊中充满玩乐的拥抱。自从出生7周以来，
一只名叫阿迪斯1岁猎豹和一只名叫奥迪的6岁活泼的澳大利亚牧羊犬，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里奥动物中心成为了最好的朋友。BBC 新闻有机会参观并采访了于2009年创办里奥中心的马塞拉·利昂 （Marcella Leon），他为这对不可分割的朋友充当了媒人。现在，他们作为一个团队为野生动物保护演示做出贡献。阿迪斯作为我们的动物大使，通过向人们宣传猎豹的困境来增加认识。奥迪陪伴他，让他在演示中感到放松。他比野生动物更懂得帮助他适应变化，利昂说道。这段友谊是在蒙娜丽莎 （Mona Lisa） 一天要照顾8只幼崽的压力下开始的，所以有3个被切断与母亲的关系，并交由利奥动物园保护员照料，其中1个是一只奄奄一息的幼崽。我希望让这只幼崽与一只狗建立联系，因为它需要一个可以发泄玩耍的出口。过去的研究表明，在紧张的公共活动中，狗可以安抚猎豹，尤其是在狗感到轻松自在的情况下。莱昂说，马塞拉曾试图将一只奄奄一息的幼犬与一只完美无缺的同龄幼犬配对，后者非常温顺，但他对年轻的幼犬漠不关心，却立即与奥迪成了好朋友。他们不停地打闹和玩耍，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彼此相爱。莱昂说，现在他们形影不离，晚上一起睡觉。他们只在进食时分开，这只是因为奥迪会像猪一样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食物，然后迪兹会让他吞下自己的食物。他说，如果奥迪生病了，那并不是因为攻击。莱昂说，每次他们吃完饭后，他们会兴奋的鼻子贴着门等待重聚。在他们一起参加的所有展示活动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攻击事件。莱昂说，有时候奥迪不肯坐下，但是奥迪是一股平静的力量。他说，他希望看到奥迪这样的猎豹，并了解动物的挣扎会引起人们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种动物。是的，猎豹不会攻击人类，尽管它们是捕食者，成功率极高。我们人类并不是它们的预定猎物。虽然有一些关于猎豹攻击人类的报道，但这种情况并不像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攻击人类那样频繁发生。这种速度最快的陆地动物通常会选择攻击其他动物，而不是我们人类。这并不意味着猎豹不会攻击带幼崽的母亲，它们会一直保护自己的幼崽。如果人类威胁到它们的幼崽，它们可能会攻击人类。除此之外，猎豹通常不会攻击人类。至于吃人的问题，没有任何一宗这样的案例。猎豹是非常胆小的动物，如果受到几乎任何其他掠食者的威胁，它们会放弃猎物，而不是试图争夺。如果一只母猎豹只生下一只幼崽，它很可能会放弃它并拒绝抚养。这是因为在野外抚养幼崽对母猎豹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幼崽的死亡率非常高，大约为50%左右。因此，母猎豹不会浪费精力来抚养只有一个幼崽，而是会在大约3个月后再次怀孕并分娩。母亲希望能够培养一窝幼崽，至少有1、2只能成年存活。并非所有动物园都会将猎豹与狗配对。如果母亲抚养幼崽，它们很可能不会与狗配对。如果母亲抛弃幼崽，动物园可能会将幼崽与狗配对，它们会建立起亲密关系，其中狗会成为这段关系中的领导者。当幼崽长大成为成年猎豹，它们在展示区时，狗会帮助猎豹放松，并确保它们的安全。猎豹更有可能待在能够被观察到的区域，尽管它们应该有一个在展示区内不容易被看到的区域，以便猎豹想要隐蔽时可以躲藏。你觉得这种动物之间的友谊如何？在去预定假期的路上，这家人看到了一只受伤的狐狸，他们拒绝将这只动物留在身后，而这一善举最终帮助了他们。在这个女人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住在乡下，她的家人曾经拥有一个舒适的家。在村子的湖边，
但他的父母在退休时卖掉了他。尽管如此，美丽的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村子里移居后，仍然经常想起那间小房子。这位妇女已经结婚并组建了家庭。在城里，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希望将来再要一个孩子。在一个温暖的夏天，女人觉得有必要逃离这里。她渴望城市里根本不存在的温暖和善意。女人和她的丈夫同意生一个孩子。暑假休息1周，她终于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她想回到她童年的村庄。她很兴奋地想到要向她的丈夫和女儿展示她最喜欢的所有地方。没过多久，全家人就收拾行李，他们所有的东西。很快，他们就在通往乡下的路上。小女孩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直到几个小时的旅程对她来说太过分了。她最终在开车穿过女人乘坐的后视镜时睡着了。瞥了一眼在后座轻轻打鼾的女儿，这位女士透过敞开的窗户看着路过的风景。过去1周内下过几次暴风雨，经过1个小时的旅程后，雨水让田野泥泞不堪。他们穿过一片树林，那个女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享受着松树和湿叶的清新气味。看到男人低声说了什么，女人的心跳加快了。她首先鼓励他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这对夫妇下了车。男人走向马路对面的那团毛皮，那是一只狐狸。他受了伤，不是别人打了那只可怜的狐狸，而是别人打了那只可怜的狐狸，任由它自生自灭。女人伸手去拿她丈夫的手，泪水从她的眼里滑落。她一动不动，他们不确定这只动物是不是去世了。当这对夫妇向这只动物又走了几步时，它还活着。他们听到车门从他们身后打开，他们的女儿冲出来朝她的父母走去。她现在完全清醒了，看到这只动物，她再也睡不着了。受伤的狐狸伤了她的心，她毫不犹豫地跪在动物旁边，将它抱在怀里。我们必须帮助它，小女孩说。起初她的声音很稳定。她的父母争论是否他们应该干预这只动物，看起来无法拯救的狐狸，但女孩向他们保证，她能感觉到她的心跳，而且她还活着。女儿声音中的坚定打动了她的父母。她可能不像他们那样在乡下长大，但她对动物情有独钟，而不是让她捍卫无辜的生命。这对夫妇担心他们将如何获得帮助。他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名兽医，但距离这座城市将近2个小时的路程。他们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向北，前往妇女的家。据他所知，村子里没有兽医，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有医生。不过狐狸的情况似乎很糟糕，父亲带狐狸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坐到指定的座位后，回到他们的车上。他们迅速继续他们的旅程。路上没有其他汽车，所以父亲冒险并尽可能快地开车。偶尔母亲会转身评估狐狸的情况。在后座上，小女孩拿出一条毯子裹住摇晃着的动物。她有一次几乎没有力气睁开眼睛，她吐得满座。女孩没有抱怨，她只是擦了擦呕吐物，盖上另一条毯子，抱住这只动物，用安慰的话安慰她。这是他父母见过他最成熟的时候。终于，一家人到达了村口，抱着狐狸的父亲冲下了车。尽管村里没有医生，但母亲还是跑向一位村民求医。这位妇女看到了这只狐狸，并在检查了受伤的动物几分钟后，立即指示父亲将它放在桌子上。草药师解释说，这只狐狸是一只年轻的公狐狸。他被一辆超速行驶的车辆撞伤了，但伤口是新鲜的，他将能够治愈它。这需要几天时间，但狐狸会完全康复。家人向老妇表示感谢，给他一大笔钱作为他服务的报酬。老妇礼貌地拒绝了，说：“很明显，
他是在听从命运的安排。他进一步解释说，他有千里眼，可以看到狐狸和女儿之间的灵魂纽带。尽管这对夫妇怀疑老妇人的话，但他们很感激她的帮助，然后悄悄离开了房子。在适当的时候，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评论。这只狐狸和新的一样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受过任何重大伤害。家人对这个结果很满意，但现在他们想知道是否应该将这只狐狸放回野外。许多人会争辩说，特定的动物应该留在野外，但在这种情况下，让这只狐狸再次生活在室内似乎是更仁慈的选择。女孩能够影响她的父母，她想让狐狸在想到将她送入野外时保持焦虑，并且让她毫无防备。女孩向她的父母表达了她的愿望，他们只是有点犹豫就接受了这只狐狸。而她所有的朋友都有猫狗，这个小女孩是狐狸的骄傲主人，这是她的第一只宠物。但是在他们离开村子之前，她表现出了责任感。老妇人给了他们狐狸的草药，女孩经常服用它。她的父母大部分假期都在村里观光，但是当家人回来时，小女孩选择和她的狐狸玩耍。在乡下休息后，他们惊讶地发现狐狸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他们对待他们的新宠物就像对待狗一样，尽管它是一种野生动物，狐狸似乎很乐意与家人一起早上散步，并且有一天被带出去参观公园。一家人去公园野餐，狐狸和女孩在周围没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徘徊在草地上。女孩突然发出令人心碎的尖叫，父母冲刺，对他们的女儿来说，肾上腺素给他们加油。一开始他们挣扎着要穿过长长的草丛看到她，但后来狐狸的脸出现了，狐狸把他们带到了女孩去过的地方。当他们看到女孩脚下是一条蛇时，他们几乎哭了。当他们回头看狐狸时，它一动不动地贴着，它的绿色皮肤是咬痕。他们看到它的嘴巴周围有一些血。狐狸救了小女孩的命，就好像救了狐狸的命，最终救了他们孩子的生活。从那天起，狐狸和女孩就形影不离。事实证明，草药师一直以来都是对的。女孩和狐狸有着一种特殊的纽带，将他们终生联系在一起。